关注最新资讯，把握经济脉搏。大家好，我是主播小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主要内容：日前，昆明银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宣布破产，4家经典系房企曾进入破产重整流程。昆明为出台全面稳地产新政，分别从加快商业商务用房去化、疏解疫情防控期间房地产开发企业困难、鼓励多种方式回迁安置、优化住房金融服务等8个方面制定相关政策。新房市场低迷，商用房库存去化超90个月。昆明银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宣告破产，也是昆明近几年少有的重整失败、被法院宣告破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根据昆明银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0年12月30日裁定受理银创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昆明银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昆明银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2021年9月28日，在债权人会议主席主持下，以网络会议形式召开第2次债权人会议。会议对银创公司重整计划进行表决。经表决，重整计划未获通过。后管理人与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多次协商，但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2022年4月7日，西山法院依据相关规定，裁定终止银创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银创公司破产。该公司属于经典系房地产公司，只开发了1个项目，却净亏137亿元。据昆明西山区法院公号内容显示，银创地产属于经典系房地产公司。2014年1月，由于经典集团资金链发生断裂，公司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导致项目停工。大量购房者因未能如期交房而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走上维权上访之路。很多农民工因此没有及时得到工程施工费，该事件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公告称，管理人将依法开展银创地产破产清算工作，在继续推进经典上呈一期不动产权证办理事宜的同时，尽快启动银创地产破产财产变价的准备工作，并尽快制定银创地产财产管理与变价方案，提交各位债权人审议表决。据悉，银创地产迄今只开发过经典上城1个项目，项目位于日新中路与陆家路交汇处，占地200亩，分为2个地块开发。经典明旺角在2014年便已首开，开发建设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导致项目停工，多次发生业主群体性维权事件。直到2019年9月，项目1个地块才完成商品房交付，2020年10月才完成回迁房安置。目前，另一块地皮处于停工烂尾的状态，规划有3栋住宅，共664套，1栋公寓。住宅1栋与3栋的主体结构已施工到第7层，但公寓和住宅2栋还未动工。虽然银创地产只是1个项目公司，只开发了1个项目，但负债却十分惊人。根据西山区法院民事裁定书显示，截至2020年2月29日，银创地产公司资产合计只有40亿元，但负债却高达177.28亿元，净亏137.22亿元。据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2021年1月，法院集中公布了4家经典系房企进入破产重整流程，分别是云南经典地产集团、昆明京支点地产、云南慕容新城地产和昆明银创地产。目前只有银创地产宣告破产，慕容新地产则获得重整投资，其开发的华西悦丰也已盘活。此前报道，今年3月29日，烂尾8年，由云南慕容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新城创意家园举行了交房仪式。为救活昆明楼市，市政府4月16日发布25条稳地产新政，分别从加快商业商务用房去化、疏解疫情防控期间房地产开发企业困难、鼓励多种方式回迁安置、优化住房金融服务等8个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其中，需求端的政策为通过适度调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降低购买2套住房首付款比例，加大对首套房、改善性住房等合理购房需求的支持力度。业内人士认为，昆明新政比较精细化，因城施策和落地性比较强，以去化过高的商业库存和给企业纾困为主，供给侧的措施比较多，而需求端刺激性的政策并不多，彰显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预计更多弱二线及3、4线城市或将跟进放松调控，甚至刺激居民购房消费。市场底或将在2季度到来，成交或将企稳回升。对于昆明出台稳地产政策的原因，昆明市政府表示，是为落实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精神，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落实好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新政之所以把商业商务用房去化放在政策之首，是因为昆明商业库存较大。截至2022年3月，昆明商业商务用房市场存量多达1165万平方米，去化周期超90个月，库存高企，去化压力大。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也表示，昆明这类弱二线城市商业商办库存比较大。昆明的做法是存量增量一起考虑，销售和改功能一起考虑。比如，对已收储或未开工的转为保租房、新型产业用地、临时绿地，建设养老托幼等公共设施。此外，政府或引导市场机构发展共享办公、非学科类培训等，甚至回迁安置需求对接商业商务用房去化，这些都是创新举措，多渠道化解商业库存。张庆县也认为，昆明将回迁安置需求与商业商务用房去化相结合，利用已建成的商业商务用房进行等价值安置，并适当给予面积奖补等方式，加大回迁安置效率，同时带动商业商务用房去化，一举两得。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昆明在需求端的政策主要是公积金扶持，提高公积金额度，降低2次公积金贷款买房首付，而商业性按揭贷款方面并未有明确降首付等措施，限购、限售等政策也未提及。此前，昆明首套自住房使用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20%，购买、建造、翻建、大修第2套改善型普通自住住房使用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50%。同时，昆明市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双职工缴存家庭50万元，单职工缴存家庭30万元。现在昆明新房购房门槛大概在100万元左右，如果按照此前规定，双职工缴存家庭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只有50万元，如果不增加首付，一般都是使用商业加公积金组合贷，现在公积金额度提到80万元，几乎就能解决全部贷款需求了。除了调整公积金贷款额度外，2套房首付比例也降至30%。根据最新政策，申请2套房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由50%降低至30%，首次使用公积金贷款的首付不变，仍为20%。在新冠疫情反复、经济形势多变的背景下，昆明市场表现较弱，短期内购房者多持观望态度。降低2套房首付比例可拉动改善型需求，但政策的落地效果还要看具体的实施细则以及执行力度。数据显示，昆明新房市场在1季度传统淡季叠加供求信心持续不足，成交规模环比下降超30%，存量缓慢上升，去化周期大致30个月。2022年3月，昆明新房价格环比下降0.3%，同比下降1.9%；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4%，同比下降0.5%。数据显示，2022年1到3月，昆明房企前20的商品房销售金额为142.5亿元，同比下降51.4%，销售面积为12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5.3%。从3月份成交来看，商品住宅成交面积38.2万平方米，同比下滑52.1%，但环比来看，市场有转暖迹象。从2015年开始，受旅居、养老、度假、投资及刚需带动，昆明楼市曾一路走高，有60%房子被外地客买走，导致本地需求提前透支。目前，昆明房地产市场低迷，即便政策松绑，也难以在短时间内修复市场信心。为了促进销售，当地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打折促销房，如俊发集团共推出了10个楼盘的特价房、公底房，单价最低至3999元每平方米。除了有特价房，部分项目还有买房送车位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商业商务用房存量较大，也是昆明楼市的一个重要问题。意见也将商业商务用房去化放在政策之首，提出要研究出台商业地产去库存和多功能利用支持政策。截至2022年3月，
昆明商务用房市场存量多达1165万平方米，去化周期超90个月，库存高企，去化压力大。业界人士表示，此次新政对昆明楼市具有良好的引导作用，方向性、指导性比较明确。在延续房住不炒三稳政策的同时，根据昆明楼市情况对症下药，有利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基本盘。不过，对于消费者来说，行情回暖固然提高了购买信心，但买房时也要做好开发商背景调查，买到烂尾楼就亏大了。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欢迎订阅并分享，我们下期见。